有缘人，从无到有，其实是很好玩的闯关游戏。这个过程会产生快乐的源泉，内啡肽。所以不要因为一无所有而感觉悲伤，而是要感受到冒险与刺激。很多人喜欢玩极限运动，喜欢各种户外的挑战，其实这个成本太大，不安全因素过多，而每次换来的体验感又很短。而你从0到1的创造过程，会有更多好玩的冒险。这个过程你重新设计的是自己的人生，你是自己命运的主宰。而从0到1的创富中，大钱的来临是有暗示的。当一个人开始经历这3个征兆，就是大钱来投奔你了。第一个暗示，财富降临前，你会擦干眼泪继续战斗。谁的成长过程没有痛哭过呢？有时候你会觉得，为什么我都这样努力了，我都这样付出了，为什么还没得到自己想要的？想一想觉得很委屈，而第二天又能擦干眼泪继续去做事。很多人都在财富来临前习惯性放弃，而这恰恰是财富对你的考验。因为财富不喜欢为了钱做事的那些人，你为了钱来做事，你赚不到钱，自然就会放弃。但是如果你是为了热爱来做一件事，你的发心是想帮助一群人，那财富就会特别喜欢你。你经过了他的筛选，你现在的经历正在预示着自己未来的财富。每个人都各有各的幸福，如果你一直被保护得很好，这是一种幸福，但同时你经历的是少，抗挫能力弱，心性不稳，自己赚钱的能力就弱。如果你身边没有依靠，没有退路，这也是一种幸福，因为能倒逼出自己的潜力，唤醒本自富足的你，赚钱能力就会很强。所以当你有这种经历时，说明大钱来靠近你了。第二个暗示，这一次你不是做给别人看的，而是让自己喜欢上自己。财富是事情做好之后自然会有的奖励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再为自己寻找借口，试图合理化一切。每次又没坚持的人，总有很多个借口，而且每次说出来借口都觉得很合理。可事实真的如此吗？事实是你没那么坚定，没那么渴望财富，所以总能找到借口来阻挡你。而当你足够坚定，下定决心要把这件事做好，任何借口你都能解决，并且会因为习惯性找借口，习惯性放弃而成为一种习惯。做任何事都会自带这种习惯，经常放弃时，你都会对自己失望。每次又抓住一个红利，你潜意识又会想起上一次做事失败的感觉，哪怕嘴上说这一次我一定能抓住，但是内心的感觉让你觉得害怕，因为你说出来自己都觉得心虚。所以坚不坚持不是给别人看的，是给自己看的。你让自己看到你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，你是一个定了目标就会做到最好的人，那么你的内心会感觉到自豪，为你生出无限的力量。
人需要做成一件事，去唤醒生命里的成就感。人需要的是自己喜欢自己，别人怎么评价你都与你无关。第三个暗示，价值观被撕碎的时刻。当你特别在意的一件事情，却反过来伤到你的时候，你的价值观被撕碎的那一刹那间，你就能聚焦搞钱了。比如在你的世界里认为，我只负责当好绿叶，把孩子教好，赚钱的事给另一半来。你明明很有能力，却隐藏着自己的光芒，全力辅佐一个人的时候，那么这个人就有了伤害你的筹码。当你的价值感越弱时，生活的痛就开始对你下手了，于是你的价值观会被撕碎。你会觉得，我原来相信的东西竟如此脆弱不堪，那么刚好唤醒你相信自己，相信别人本就是错误的客体，因为你相信他，会给你力量，也会给你带来伤害。只有你相信自己，进入疯狂提升自己价值的频道里，进入相信自己自信力爆棚的感觉里，进入关注客户，每天研究客户问题的心流中，大钱就会来投奔你了。被大钱选中的人，注定是失去了很多的人，他当然比别人承担了更大的压力，更大的风险，扔掉了阻碍自己变得更好的障碍。一个人无法有钱，那就说明头脑里有很多错误信念，比如我有了钱，会不会变得不善良？其实你应该告诉自己的是，你有钱更能放大你的善良。人在穷的时候才会短视，为了一点利益容易变得不善良。你也会想，我有了钱，会不会失去很多朋友？那你就要问自己，你初中很好的朋友，现在还联系吗？高中的朋友现在还联系吗？人会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朋友，如果你希望身边一直是那个朋友，必须他和你同时进步，两个人的价值观要一致，才能一直往前走。在变有钱的阶段，你都扔掉了什么呢？扔掉了心软。心软为什么是阻碍财富的？因为你赚钱过程的时间非常宝贵，可以说一个人必须意识到自己时间宝贵，他才能走上赚钱的正轨。那么你心软的时候，很容易让一个人浪费你的时间，把你的宝贵时间处理了不重要的，你就没时间处理更重要的。其次，心软的人很容易破坏规则，总是感情用事，对他来说是感情第一，而不是规矩第一。那么这是不成熟的体现。家庭需要家规，企业需要规矩，只有尊重规矩，才可以维持这个生态。扔掉了自尊心。普通人讨厌发现自己的缺点，认为会伤害自己自尊心，所以一听到自己的缺点就易怒，于是转头攻击别人。难道你就没缺点吗？强者坦然接受自己缺点，缺点和优点都是生命里的一部分，只要这个缺点影响到自己赚钱，影响自己上升更好的圈层，他就会立马改。普通人因为自尊心强，
错失了很多机会。首先，别人怕伤害他自尊，不敢讲实话，只能哄着他。其次，很多赚大钱的机会，他都因为自尊心而错过了。而富人都知道，自尊心可不是嘴上的逞强，而是先抓住一切机会，让自己上牌桌。3. 扔掉了情。这个世界想赚钱需要勤奋，需要自我管理，需要能量高，需要有商业思维，需要有强大的输出力。而留住钱的人需要内心有很多很多爱，如此才不会遇到一个人，感受到一点爱，就把自己赚的钱都给了出去。一个人为什么会一直满足恋爱中另一个人的无理要求，无止境消耗自己？因为他以为只要对别人足够好，别人就不会离开他。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感受爱，而有了这个软肋，赚的钱都会被别人拿走，并且换来的是无止境的得寸进尺。守不住钱的人，会因为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，不懂得释放攻击性，不懂得无情。而能守住财富的人，是需要无情的，是需要学会释放攻击性的，是需要保护自己、保护财富的，是需要读懂复杂的人性。更重要的是，内心要有爱。强者需要冷漠和无情，如此才能不让自己被索取者粘上。这个世界，我们都以为你对一个人好，别人也会对你好，但是事实不是的。有的人你对他越好，就会成为被他伤害的对象。为什么很多强者只筛选不改变？牛人不会什么人都帮，他只会帮助那些自己真正想改变的。因为牛人知道，这样的人你只需要推动一下，点拨一下，他自己就会有十足的长进。那些只想索取的人，他只会冷漠地拒绝。维护好自己的能量场。这个社会赚到钱的人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钱，不要去花钱买爱，不要等别人爱你，你需要自己爱自己。一个人内心有爱，他才懂得尊重自己，并且引导别人去尊重自己的感受。我希望你不是一个心软的人，而是一个有规矩的人，不会因为自尊心损失钱，而是一个人必须爬到高处才能真正的保护自尊心。一个人必须无情，才能守护自己最贵的东西。无情即慈悲。一个人的财富最终会与内在所匹配。如果你拥有的财富是父母给你的，但你的内在频率并没有与当下拥有的财富一致，就会很快失去。如果你小时候的家境并不是很好，但却加速了你的觉醒，让你很早就开始对赚钱感兴趣，不断地研究富人的价值观，不断研究富人的意识形态，又为自己选了正确的赛道，坚持修自己，你的内在频率就能让你白手起家，并且稳住财富。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独特的振动频率，频率错了，努力的效果只会事倍功半。这是一个该用心做事的时代，而不是努力做事的时代。
因为用心的时候，你的频率更加与财富的频率一致。用心的时候，心的静，心静下来的时候，智慧才会升起。用心的时候，你没有杂念，会让自己处于高维能量场，财富加速来。那我们该如何重设吸金的内在频率呢？内在喜悦的花钱频率。你这笔钱怎么花出去，下笔钱就如何流进来。很多人兜里有存款，但是精神很匮乏，总是不敢去玩，不敢花钱。比如他知道家里人累了许久，需要一场旅行了，但是一出门就开始抠搜花钱。家里人想吃大餐，你说太贵了，随便吃点就可以。家里人想去付费景点，你说免费的看看就行。家里人想住好一点的酒店，你不舍得，选择有点差的那种。因此想让家人出去旅游也是你，出门抠搜不舍得花钱也是你。结果看大家生气了，你怕别人失望，于是又说行，想买啥买啥，去开心下。结果出门一趟钱花了不少，但是自己没有非常好的体验。在我们工作中，学会玩是很重要的，会玩才会赚。如果总是抠搜着不舍得，那不舍得很快就觉得赚钱的欲望就不强烈了。所以一定要让自己开心的花钱，出去玩就是开心的体验，开心的感受。这样你看到自己赚钱后，身边人都给你非常愉快的反馈，那么回到工作中你的干劲会更强。你带着抠搜花出去钱也会抠搜的来。所以有些人总是抠搜花了很多钱，这说明他的财富能量不太好。而对钱很尊重的频率，什么是对钱不尊重？打开你的钱包看下，里面是整齐还是杂乱？每张钱被你摆放的位置很好，还是皱巴巴的扔在包里？你的家里角落里有没有零钱？一个把零钱乱放的家庭，就需要立马改过来，不要养成小钱看不上，大钱赚不了的习惯。现在大家都手机支付，但是还是要备点现金，包里装3张100，三生万物，会有非常好的寓意。平时买东西不要贪便宜，买一些便宜的促销的产品，你会发现很多买回来根本用不上，那钱就浪费了。还有每次出去吃饭的时候，团购套餐里，如果你不喜欢吃，就不要点团购。团购虽然便宜，但是里面有你不喜欢吃的，你又怕浪费把菜吃完了，也是不好的体验。不如选择每一个你喜欢的菜，开开心心的吃完，这样尊重每一笔小钱，有觉知的花钱，财运就会提升。3. 喜欢当下所做的事情。前世是做好的附属品，如果是没做好，钱就卡住了。如果你目前的想法是先做我不喜欢的工作，等我存到一笔理想收入，再去做喜欢的事情，那你就会发现这是会被拖延半辈子。这个时代
你上班可以是为了生存，但你下班就可以做喜欢的事情。你必须热爱所做的事，钱才会快马加鞭地来。必须敬畏自己所做之事，认真对待它，足够用心时，你的吸金磁场就会非常强烈。钱收得少，要么是心力的问题，要么是思维的问题，而幸福的是你只需要修炼自己，就可以过钱关。所以先意识到你是一切的根源。钱收得少，不要抱怨父母的原生家庭，不要觉得是大环境的因素，不要觉得自己身边圈子不行，赚不到钱只和自己有关。意识到这一点，才能聚焦自己力量。有缘人，接下来我将与你分享3个进账思维，让大钱喜欢流向你。1. 修炼自己，财富就被你吸引。遇到事情就怪别人，和遇到事情去修炼自己，这是2种人生。怪别人不能解决问题，又浇灭自己积极性，琢磨那些无法改变的问题，只会浪费我们的时间。而修炼自己，才是让人生充满无限的转机。有的伙伴说，赚钱不是要搞定别人吗？把别人搞定了，自己的产品才能卖出去。其实我们搞定不了任何人，为什么要搞定别人？你去大街上发传单，再说服这个人买你的产品，成交概率有多大？你不喜欢一个事情，别人强迫你去体验，你最终买单的几率有多大？所以我们不要搞定别人，也不要让别人搞定我们。成年人的世界是互相奔赴的吸引，我们看到了别人身上有闪光点，看见别人说的价值观，我们认同，我们就会被吸引去链接它，不用他介绍什么，因为我们已经足够信任这个人。同理的我们也只是分享自己，绽放自己的生命状态，分享自己的所思所想，那就会有同频者愿意和我们站在一起。而认同自己，财富也会认同你。思想不被认同，人就憋屈，别人不认同你，他没错，你也没错，那你就放弃他，去找认同你的人就行，而不是非要让不认同你的人改变思想。你非要让不认同你的人改变思想，其实本质是你不认同自己。别人不认同你，让你受挫了，你非要去说服他，来扳回一局。别人不认同你，也开始让你怀疑自己，于是内心在摇摆。而你如果真的认同自己，会是什么态度呢？当你遇见不认同你的人时，毫无波澜，因为世界之大，有人不认同你太正常了，没必要多说一句话，继续做好自己，吸引你的认同者就可以。不要拧巴，不要较真，允许别人，也允许自己。人要去搭建自己的圈子才快乐，让这个圈子都是认同你的人。人传播自己的思想才感觉到有价值，而不是每天传播别人的。这个世界在支持你可以有自己的圈子，按照自己的活法过一生。
你也要允许自己，支持自己，清理那些设限思维。3. 喜欢自己，财富也会喜欢你。人喜欢自己，就会让自己过上好生活，让自己赚到钱，去体验这个世界的美好。人不喜欢自己，就觉得自己不配，觉得我怎么能花钱去享受，我怎么能月入几万，我怎么能在1线城市买得起房子吗？喜欢自己，才有心力让自己去为梦想买单，让自己过得越来越好，不是为了让那些瞧不起你的人看得起你，而是你心里认定自己本来就该去过好生活，如此才会每天精进自己。或者你仔细想想，为什么在坚持下就能更好，但是自己总是放弃，又总会在关键时刻毁掉美好，总是差一点就赢了，背后是因为你觉得自己不配，所以总让自己回到过去。所以聊的人越多，会发现喜欢自己的人挺少，支持自己的人挺少。那我们当然是要做少数人，不为过去的错事批判自己，而是为自己每次的勇敢而鼓掌，不为自己进步的慢而沮丧，而是为自己的坚持感到佩服，不为自己哪里不好而伤心，而是多看到自己的优点。你已经拥有的够多了。喜欢自己是一件需要练习的事情，请多去练习，去爱上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那个你。你越爱自己，财富就越爱你，因为宇宙支持你过上富足喜悦的人生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请相信你不会平白无故刷到这个影片，你的大钱要来了。相信你自己强烈的直觉，进入富足的状态，每天给自己增加进账势能，评论区给自己赋能，钱会主动找到我，一起修心，让心灵富足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